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先请大家来看几段视频。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是近期在各大媒体曝光，令人震惊的画面。3月28号下午2点20分，一栋位于泰国曼谷的33层、高137米的审计署办公大楼，在缅甸发生7.7级强震中瞬间坍塌。这也是在曼谷众多大楼中唯一倒塌的一座。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距离这座坍塌大楼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名叫做沙吞独特塔的49层大楼，原本是规划作为超豪华公寓，后来呢，因为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大楼在完成近90%时被迫停工。就这样的一栋荒废了近30年的烂尾楼，却在强震中毫发无损。而坍塌的这座大楼是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子公司中铁时局承建的，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中国众多的豆腐渣工程。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探讨。首先，我们来了解中国工程承建的这栋大楼在设计和施工中存在着哪些缺陷。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该建筑于2020年开始建设，大楼造价高达约6300万美元。我们先来听听台湾建筑专家的说法。新高度工程指出，这栋大楼的建设采用的是板墙系统。板墙系统在美国以及一些地震比较少的地方非常的流行，而台湾呢，因为地震比较多，比较不适合采用板墙系统，所以呢，我们台湾一般多采用的是梁柱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抗弯举构架。而板墙系统主要由3部分组成，第一就是靠瓦核心墙。核心墙扮演着整栋大楼的最关键的角色，它承担了所有的侧向力，包括地震跟风力，所以在板墙系统当中，所有的地震力都是由核心墙来承受的。那再来，板墙系统也有柱子，但是呢，它的柱子相对于台湾的这种梁柱系统柱子而言呢，它的尺寸会比较小，因为这个柱子呢不承担地震力，它只负责承担楼上的垂直载重。采用这种重力柱的可以增加室内的空间以及美观性。在地震比较少的国家呢，还是非常的流行的。那再来呢，板墙系统常常搭配无梁板的设计。这个所谓的无梁板呢，顾名思义就是没有梁的楼板。而无梁板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楼层间的净高，让我们的空间更加舒适与美观。但是缺点就是它在一些设计之下，它的耐震能力可能会比较不好。另外呢，仓大楼倒塌后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楼板几乎是全部粉碎了，而柱子仍完好无缺，这个就是典型的剪力穿孔破坏后的现象。因为柱子就像牙签一样刺穿楼板，而从目击者拍摄的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这栋建筑物倒塌的时候呢，是从顶楼由上往下，楼板逐层的塌陷，这就是标准的剪力穿孔的现象。下面是这栋大楼的结构平面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无梁板设计当中，虽然它有配置了隐藏的暗梁，也有配置一些钢筋，但是呢，它却没有配置横向箍筋。横向箍筋就是为了无梁板的耐震所使用的。没有配置横向箍筋，就会让这个无梁板没有耐震能力。一旦地震发生，这5个梁板就像串烧一样，由上往下直接被穿破。而这就是本次大楼倒塌的主要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倒塌的原因呢，就是施工品质不良导致的。在工程界中，一个施工品质不良的建筑，往往它的耐震能力就是很差的。而像它的钢筋绑扎如果不确实或是没有注意，它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耐震能力，进而导致在这次地震中倒塌。我们再来看看大楼倒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泰国官方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那就是大楼所使用的钢材质量不达标。
倒塌事件发生以后，泰国总理佩通坦在3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对造成至少14人死亡、72人失踪的建筑倒塌原因展开调查。路透社3月31号报道表示，泰国工业部长艾卡纳表示，这座大楼在建造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钢材，他还亲自带领团队从废墟中采集样本，并将其放入机器中测试其成分。泰媒随后报道表示，工业部公布的初步检测结果表示，虽是有2种钢材不合格，大楼所使用的结构钢筋是来自于被关停的一家中资企业。那么这家公司呢，名字叫做新科源钢铁公司。位于泰国罗永府的工厂在2024年底发生火灾以后，工业部调查发现，工厂生产的钢材不符合关键标准，尤其是其强度不达标。因此呢，工业部没收了2441吨不合格的钢材，并对该公司提起法律诉讼。根据泰国商业发展部的记录显示，这家公司注册于2011年，主要股东为中国公民。那么对于这栋新建大楼在地震来袭时会瞬间倒塌的这一现象，中国资深建筑师郑刚也分析了原因。他说，30多层楼最低能承受7级地震，大楼倒塌的主要原因就是施工不达标。郑刚表示，这个事件肯定是不正常的，中铁时机的责任毫无疑问是不可能逃脱的。这个楼的倒塌毫无疑问就是这个楼本身的质量问题。施工的工艺为什么不达标？为了要省钱，为了要赚取更多的利润，所以呢，这毫无疑问的会造成材料肯定是不达标。中国的建筑通常来说，为了赶进度是一个硬性的标准。郑刚还举例说明，比如用水泥烧灌，需要一定时间的凝结，但是为了赶进度就要过早拆模，那么水泥强度就不够，往往施工方就给监管方塞红包行贿，使检测过关。那这个问题呢，不是这一栋楼的问题了。我可以说，中国的楼 99.9%， 只要是民用的建筑，除了加密集的、高密集的居室和政治那种，也许情况不同，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民用的 99.99% 都是有一定的豆腐渣含量，只是看多高而已。那众所周知呢，中国房地产业素以偷工减料、违规施工著称。但中共当局的监管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内豆腐渣工程早已经是比比皆是。先来带大家看一段视频。现在豆腐渣工程也开始输出到海外。随着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很多项目在海外开始建设，这些工程呢也频频爆出了质量的安全问题。比如厄瓜多的科卡科多辛克莱水力发电厂曾经是厄瓜多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基建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承包，斥资27亿美元，于2016年竣工。然而呢，这一建筑到2023年就已经出现数千条的裂缝。巴基斯坦吉雷姆吉鲁姆水利发电厂由中国葛洲坝集团和中国机械工业工程集团联合施工，在投入使用仅4年以后，就因为隧道出现裂缝而被迫关闭。这次泰国的审计大楼的倒塌呢，也让国际社会再次见证了中国制造的质量。大陆媒体曾经报道，曼谷这栋坍塌高楼是中铁时局在海外承建的最大的建设项目。中铁时局还特意为大楼封顶发文邀功。
然而呢，就在地震之后，中铁时局在自己的网站上第一时间迅速删除了所有的讯息，相关治愈评论也遭到屏蔽。另外，根据曼谷警方证实，震后有数名中国籍的承包商返回到坍塌的范围内取走一批文件。警方获知以后，已经追回这批文件，并且展开调查。那么，中铁时局为什么要在事发以后第一时间做这么一个动作呢？前北京首都工程公司建筑师李欣对此做出了分析。李欣表示，他得到一个消息，是说现在像中铁时局这样的对待这样的工程，他会选择整体转包。整体转包呢，就是提点分包，这样呢，既减少管理人员的管理成本，也保证了企业的收益。但是牺牲的就是接手的实际工程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了再次转包，或者是降低工程的质量。那么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有可能他接了这个项目以后，真正的施工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整个把这个项目又承包给了别人，或者是分包给了别人。那么在分包以后呢，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质量把控实际上是非常低的。这样把工程的整体的承包转包出的现象，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李欣还介绍到，中铁时局是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重要的成员单位。公开资料显示，中铁时局公司注册资本达到人民币13.34兆元，校员工呢超过1.4万人。中共的国有企业大多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李欣指出，就此事而言，国内的专业人士认为，这个大楼一倒，中铁时局里面的很多腐败，比如材料的倒卖、材料消耗的过多了，和队伍勾结等一些腐败的问题可以死无对证。加上地震导致倒塌，更可以以不可抗拒力名正言顺地逃避责任。大楼倒塌以后，中共驻泰国大使与泰国副总理兼内务部长阿努廷会面。内务部长阿努廷当场向这批中共官员表明，不会再让中国承包商进入此区域。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在接受海外中文媒体采访时表示，已经封顶的大楼经不住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地震波的袭击，让人真的是匪夷所思。中共说今天是因为地震，但问题就是为什么泰国这么多高楼大厦，只有中共的这个大楼倒塌呢？而且基本上这个高楼大厦在去年举行封顶仪式，封顶仪式已经结束了。按照道理讲，它的结构已经是非常完善了，但是它居然就这样很容易的就这样的倒塌了。过去几天，很明显的中铁时局它一再的在推卸责任，那这个本身当然都引起泰国政府跟老百姓相当程度的不满。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看看网友上传的视频，中国生产的钢筋可以像麻绳一样缠在手上。这就用钢筋建成的骨架摇摇欲坠，钢筋用单手可以折断，用这样的建材完工的大楼，真的能够住人吗？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喜欢的朋友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